我的男友是催眠大师，在他青梅患癌时，他将我催眠，忘记了所有关于我们的记忆，毅然决然地去陪青梅度过最后的时光。后来他想结束催眠，却发现我无论如何都记不起他了。当晚他红着眼拨打了我的电话，生生，我好想你。可电话那头却不是我，而是清脆的男声，生生，不要跟陌生人说话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生生，我最近研究了一个催眠方法，你来做我的实验对象吧。眼前，男友贺章拿着那块他的怀表，有些颤抖，他有些心虚和慌乱。我脸色一僵，想起前不久偷听他和柳依依打的那通电话。他说，等我把他催眠了，我就来陪你。依依，你等我。我的男友为了他的青梅，要将我催眠，手指微微泛白。我仰起头，露出一个牵强的微笑。好，如果催眠能让我忘了你，忘了和你的一切，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？我望着那枚怀表，前所未有的专注，眼角的泪开始干涸。慢慢的，我的意识开始模糊，我隐约听见一句，对不起，生生，等我回来。但贺章，我不等了，我要忘记你。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我回到了大学时候，贺章向我表白的那天，他捧着早上刚买的新鲜玫瑰，站在我宿舍楼下，引得周围人注目。在人群里，我一眼就看见了他，他沐浴在阳光下，笑容如沐春风。许生生，我喜欢你，我知道你也喜欢我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我高兴地落泪，我们相拥，然后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对让人艳羡的情侣。他说，生生，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就是你。直到后来，贺章的青梅柳依依回国，他开始频繁地晚归，开始忘记我们的约定，忘记他对我许下的每一句诺言。在我们纪念日的那天，在他就要跟我求婚的时候，柳依依被查出癌症晚期，刚准备拿着戒指告白的贺章然慌了神，没有一丝犹豫，把我一个人丢在了5星级餐厅。我顶着周围人异样的目光，吃完了那一顿饭。那个曾经说爱我一辈子的人，眼里开始有了别人。慢慢的，我的记忆开始模糊，那个视我如珍宝的人，我逐渐看不清他的脸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。醒来时，刺鼻的消毒水味险些把我熏得吐出来。我头晕目眩，撑着身子靠着床头坐下，闺蜜正趴在床沿睡觉，我一动她立马就惊醒了，她的眼眶通红，像是哭过，抓着我的肩膀紧张地问，怎么样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只觉得脑袋很重，身体粘稠的难受。闺蜜指责我，你真是吓死我了，发烧到39度，脑子都给你烧坏，要不是我及时发现，你真是小命不保。贺章也真是的，他也不照顾好你。贺章这个名字熟悉而陌生，我歪着脑袋有些疑惑，贺章是谁？闺蜜一愣，就在这时，她的手机刚好停留在朋友圈的一条消息上，上面是一张照片，帅气的男生捧着女孩的脸，视若珍宝的亲吻。闺蜜慌忙把手机藏起来，没什么。然后她就匆匆忙忙地出去了。以我跟她做朋友的多年经验，她一定有鬼。果不其然，没多久，门外就响起了她的破口大骂：你他妈，你真高尚啊！你把他催眠了，跟你的小青梅在一起，他得癌症怎么了？谁他妈才是你女朋友？别让我看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好吧？他说的我一句都没听懂，但应该是骂一个渣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气冲冲地走进来，把你手机给我。我吓得往后躲，生怕他迁怒到我身上，连忙把手机递过去。
她拿着我的手机翻看了一番，冷笑一声：“还真是厉害，把记录全删了，考虑得真周到。”看完，她又把手机扔回给我。我始终没能得出结论，她口中的贺章是谁？在医院住了2天，烧退了。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，好端端的怎么会生病呢？我回到家，看了看面前偌大的房子，偏头问闺蜜：“我是给人做金丝雀了吗？”她狠狠地给了我一棒槌，脑子里想什么呢？这是你的房子，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？而且我胆子小，怕黑，怎么会买这么大的房子？家里确实只有我一个人生活的痕迹，我决定还是换一个小一点的。我拿着房产证跟中介沟通，他有些纳闷，这房子刚买也没多久，怎么就要卖了呀？我笑了笑，只说房子大了，一个人住害怕。你不是有个男朋友吗？男朋友？我母胎单身23年，哪来的男朋友？中介更疑惑了。但属于我的个人隐私，他也不再多问。我麻利地联系了搬家公司，在市中心找了一套1室2厅的公寓，不大，但是很温馨。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意外翻到了一本相册，相册里都是我和一个男人的照片。这男人很是眼熟，这不是闺蜜朋友圈里那个和别的女生亲吻的男生吗？我把相册给闺蜜发过去，过了很久，闺蜜才支支吾吾告诉我，这人其实是我男朋友，但是劈腿了。原来是这样。电话里，闺蜜还在劝导我：“你别难过，3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是，他配不上你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。”我不解，我不难过呀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说真的，我看着这个男人，只觉得很陌生，内心泛不起一丝情绪，可能我也不怎么喜欢他吧。闺蜜又安慰了我好一会儿，最后说要带我出去吃饭，东西很少，又有搬家公司帮忙，半天就全搞定了，只剩下一些细碎的小东西。我在开车回去的时候，却在门口碰见了一个全身黑的男人，他戴着鸭舌帽，站在房子门口站了很久。我友好地询问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手里暗暗抓紧了防狼喷雾，大白天的，该不会是什么色狼吧？男人错愕地回过头，他戴着口罩，根本看不清他的脸。我是来……就在这时，中介跑了过来，他是来看房子的。我这才松了口气，原来是看房子的呀。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朝他微微一笑，然后利索地搬走了最后一点东西，全程没再看他一眼。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忽然拉住我：“为什么要把房子卖了？”我以为他是出于流程来问的，也没多想，一个人住太大了，会害怕。不过你一个男人应该不会害怕的吧？没等他回答，我坐上了车。面试怎么样？我一边吃一边问着闺蜜。烤肉的香味在我的鼻尖弥漫。闺蜜叹了口气：“别说了，那简直不是人干的。”我笑了2声，抬手让服务员再上2盘肉。谁知迎面走来一个帅哥，把我都看呆了。要多少？我有些迷茫，半天才磕磕巴巴地说：“1斤。”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1斤。闺蜜连忙打手势：“不，1碟1碟。”然后帅哥走了。这家烤肉店我和闺蜜来过很多次，之前怎么没见过这个帅哥？一顿饭下来，我不是让他给我倒水，就是让他给我拿餐碟，直到桌子都摆不下了。帅哥扑哧一声笑出来：“你这搭讪的方式还怪特别。”我羞红了脸。就在这时，烤肉店的门被推开，走进一对情侣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怎么这样巧？我连忙拉着闺蜜要躲，那个女人却率先看见了我，朝着我走过来：“好久不见，生生姐，我认识她吗？”还没等我有所动作，闺蜜腾的一声站起来：“
死死地盯着他，冷笑一声：“怎么，当小三当得不舒坦，跑面前来找打了？柳依依，你不是得了癌症吗？不好好治疗，还有心思出来吃烤肉呢？”周围的人刷刷看过来，等着看好戏。柳依依红着脸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他们早就分手了，你凭什么说我是小三？再说了，贺章哥哥爱的是我，要不是我出国了，你以为他能有机会跟贺章哥哥在一起吗？”啪！我抬手就是一巴掌，狠狠地扇在了他的脸上。柳依依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：“你敢打我？”我擦了擦满是油渍的手，满意地看着他脸上那巴掌印，微笑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没控制住，大家都在吃饭呢。”突然蹦出来一只青蛙，在这咕咕呱地叫。我这是为民除害。话音刚落，周围看戏的人顿时哄堂大笑。柳依依还想张嘴对我，贺章连忙拉住他：“走吧，我们换一家。”谁知他就像是被猫踩了尾巴，更加愤怒了：“你还护着他？你是不是还喜欢他？我都看乐了，他是有什么大病吗？该不会以为自己当了三还有理吧？”就在我还要开口输出的时候，一旁的帅哥发话了：“女士，你严重影响了我们店的用餐环境，麻烦你换一家。你就是一个服务员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？你们经理呢？把你们经理叫出来。”帅哥咳嗽2声：“不用找经理了，老板在这呢。”柳依依环顾四周，视线最后落在他身上。“你？”我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帅哥微微一笑：“是我。现在你能滚出去了吗？”贺章连拖带拽把他带走的时候，给了我一个复杂的眼神。我以为他是不满我这么对付柳依依，于是并没有多想。吃完饭，我走出烤肉店，正要抬手拦车的时候，刚刚那个帅哥追了出来。我都已经准备要把微信二维码给他了，谁知下一秒，他扑哧一声笑出来：“你的包落下了。”我恨不得找个地缝把自己钻进去。“今天谢谢你。”他摆了摆手，转身进了店里。住进新家的第1天，我就失眠了。隔壁装修的声音比楼下早上打太极的大爷大妈们还要大。我顶着黑眼圈开门，正巧碰见对面出来的邻居，一下子我就愣住了。这不是昨晚那个帅哥吗？帅哥叫骆彦洲，不问不知道，他居然跟我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。我们俩相谈甚欢，决定一起去超市买些隔音棉。正值周末，超市的人很多，好几次我都被人撞到了肩膀，疼得我几乎快要尖叫出声。要不是骆彦洲在身边，我指定上去开骂，但是为了形象我忍了。忽然一只长而有力的肩膀将我揽进一个坚实的臂膀。“过来点，别摔着了。”我心扑通乱跳，像只鹌鹑一样不敢乱动，僵硬地拿起了要买的东西，直奔收银台。谁知却见到了最不想看见的人，是贺章和柳依依。他们正腻歪在一起喝一杯奶茶。我总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。太阳穴猛地跳动，杂乱的碎片冲刺着我的脑海。骆彦洲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他太过养眼，1.8米几的大高个子站在人群中，有些鹤立鸡群。好几个小女生凑上前来偷拍。我强忍着内心的不适，示意自己没事。我并不想再跟贺章有什么交集，所以特地绕过他们去了另一侧。谁知还是被柳依依看见了。“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怎么故意出现在这里，想让贺章哥哥注意你？”贺章闻声赶来，见到我时脸色一僵，搭在柳依依肩膀上的手下意识地收了回去，整个人心虚不已。我有些沉默和无语，却更助长了他的气焰。他轻蔑地看了骆彦洲一眼：“这才多久，你们就勾搭上了？贺章哥哥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
他不是什么好货色，他不就是看着别人有钱贴上去的吗？昨晚发生的事让他记忆犹新，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以为我是因为昨晚得知了骆彦洲的身份，费尽心思追求骆彦洲。我张了张嘴，本想解释，但转念一想，改变了主意。我挽上骆彦洲的胳膊，朝他微微一笑：“这都被你发现了呀，多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现男友。”骆彦洲的身子一僵，有些诧异地看着我。柳依依了咬牙，见我没脸没皮，只好跟身边贺章告状：“贺章哥哥，你看他，幸亏你选择了我，不然你头上可就被他戴绿帽子了。”贺章眼神哀伤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们真的在一起了吗？”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心口很疼，身体发麻，有些不适。我忽然头晕目眩，幸好身边的骆彦洲扶住了我。贺章还想上前关心我两句，却被柳依依死死地拽住了胳膊。“贺章哥哥，要是连你也离开我了，那我真的不活了。”贺章犹豫了，他收回手，无力地垂了下去。他无法做到对宋玉的坐视不理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有很深的感情，无可否认。在他心里，柳依依确实是特殊的存在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爱许生生，他也不相信许生生会这么快爱上别人，这一定是催眠的原因。等催眠结束，他们就会回到从前。此时的他还不知道，在我这他早就上了黑名单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骆彦洲察觉到我有些不对劲，于是快速地付完账，带着我离开，一路把我送到了医院。我病恹恹地躺在床上，病房里寂静无声，只有机器滴答滴答的声音。我又做了那个梦，梦里那个手捧玫瑰的男人站在迷雾中，我想要看清他，一伸手，迷雾消散不见了。再睁开眼，骆彦洲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医生说你有很严重的胃病，让你好好吃饭。原来是胃病啊，我还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绝症。幸好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，然后我就能出院了。一路上我们相继无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骆彦洲好像有点不太高兴。可是为什么呢？难道是因为我昨天在他店里闹了事？想来想去，我也没想明白到底是为什么。头实在是很疼，干脆不想了。到了家，我正准备开门，骆彦洲忽然开口：“明天来我家吃饭吧。”啊！骆彦洲抿了抿唇：“别误会，我只是怕你死在家里都没人发现。”明明是关心我的话，怎么感觉在他嘴里变了味？我确实不太会做饭，每天都是外卖对付。这样一想，似乎不错，于是我答应了。我也不是白吃白喝的人，大不了就给他付报酬好了。骆彦洲果然说到做到，一到饭点，他就准时敲响了我家的门。看不出来，一个迷人大帅哥还会做饭，而且色香味俱全，简直堪比5星级大厨。吃完饭，我主动包了洗碗的工作，而他则坐在客厅里看着我，余光一扫就能与他对视。我被他盯得脸颊发烫。我闲得在他家里乱逛，格局跟我那差不多，但在他的房间有个大书柜，上面的一大半竟然都是心理学的书。他是心理学专业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头顶忽然多了一片黑影。骆彦洲抽走了我手里的书，这是我爸的书。原来是这样，该吃药了。骆彦洲带着我出来，他真是一个很贴心的人，把药都准备好了，摆在桌上，甚至还体贴地接好了热水。这要是做他的女朋友，会幸福死吧。连续几天，我都在骆彦洲家里蹭吃蹭喝，越是相处久了，就越是发现他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男人，体贴细心，甚至爱好都和我几乎一致。在我第3次走神的时候，闺蜜终于忍不住骂出了声：“
你在想什么呢？笑了半天了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你刚刚说什么？班长不是说周末有个同学聚会吗？你去不去？闺蜜口中的班长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，一个性格很好的男生，平时乐于助人。我想了想，周末也没事，就点头答应了。谁知到了周末那天，闺蜜被临时通知加班，只有我一个人去了。我走到包厢的时候，里面已经座无虚席了。班长热情地带着我走进去，里面有不少熟悉的面孔，他们一一跟我打招呼。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身边的同学忽然跟我说道：“贺章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？”我礼貌回答：“我们已经分手了。”同学惊呼一声：“分手了？不会吧？你们之前那么甜，我还等着喝喜酒呢。”我尴尬地笑了笑，没接话。跟一个渣男能甜到哪里去？我没放在心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包厢的门再度被打开，这次进来的是贺章，他身边跟着的是柳依依。他本不是我们的同学，但因为是贺章带来的，其他人也没提出异议，就把他留了下来。周围的同学纷纷用一种看好戏的目光在我们之间打转，我感觉有些不舒服，想起身出去透透气，却被班长拦住。一起玩游戏吧，都这么久不见了。同学们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我不好意思拒绝，又坐了回去。大家都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，酒瓶好巧不巧转到了我面前。班长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你对前男友还有感情吗？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？我摇摇头，当然没有，都是前男友了，怎么会有感情？我丝毫没察觉到坐在我对面的贺章脸色一变。第二次酒瓶转到了柳依依面前，她选了大冒险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她捧着贺章的脸吻了上去。我本以为我是不在乎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心脏竟然有些隐隐作痛。难道是因为喝了酒？到了最后，班长放出了他当年录制的视频，视频里都是我们班的往事，本来是没什么的，直到看见贺章手捧玫瑰站在宿舍楼下，看见我在阳光下笑得肆意与他拥抱，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幕，大脑像是忽然被什么重击了一下，猛地心脏开始揪疼，像是一把一把刀剜在我的心口，呼吸急促，几乎快要窒息。坐在我身边的同学率先发现我不对劲，关切地问我：“你怎么了？”贺章的目光闻声落在我身上，我不想在众人面前展现难堪的一幕，艰难地扯出一个微笑：“没事。”然后逃也似的离开了包间。厕所里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脑海里不断闪过和贺章在一起的一幕幕。他为我跑了几条街买的蛋糕，在满天星河里我们拥吻，在他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给我买的玫瑰花。最后是柳依依回国，他开始一次一次拒接我的电话，开始变得易怒不耐烦。再到他准备向我求婚时，柳依依的一通电话，他说他得了癌症，时间不多了。贺章几乎没有一丝犹豫，把我丢在那。最后是他拿着怀表放在我面前，朝我微笑，生生。我新研究了一个新的催眠方法，你能做我的实验对象吗？当然可以。在我意识消散前，他的那句对不起，我的男友是催眠大师啊！我痛苦地捂着头，无助地靠着墙壁滑落，疼，全身像是被撕裂了一般。我用力地捶打着胸口，企图用这种方式让我的心停止疼痛，但是没用。不论我怎么控制，眼泪还是情不自禁地往外流。5年，我和贺章的5年，他居然用他最拿手的法子让我忘掉一切。现在我想起了，一切都想起来了，那些美好的、痛苦的，一片一片在我脑海里拼凑，组成了一张巨网。
让我无处遁形。就在这时，砰的一声，厕所被人打开，柳依依踩着高跟鞋走进来，我蓬头垢面，满是泪痕地看着她。那视频是你故意放的吧？就想用这个让贺章哥哥回头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不屑。你斗不过我的，他为了我用催眠术让你忘了他，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装失忆？现在看到我和他在一起了，不甘心，所以想把他抢回去。你做梦！我告诉你，我根本没有得癌症，我会跟他白头偕老，而你和他再也回不去了。他弯下腰，死死地扣着我的下巴，而我全身无力，想要挣脱，却是徒劳。我好疼！我曾经见过贺章给客人做催眠，被催眠的人会忘记指定忘记的内容，忘记在那段回忆里拥有的情绪。可同时，若是催眠结束，他所经历的情绪将会被无限放大，这是副作用。我情不自禁地流泪，就连柳依依看了也有些茫然。我还没对你做什么，你哭什么？砰！又是一声，门再度被踢开。这次进来的是骆彦洲，他怒吼一声：“滚开！”一下就将柳依依推倒在地，然后横打抱起我。那一瞬间，他身上的温暖充斥我的全身，我在他怀里抽泣着。包厢里的人听见动静，纷纷出来观望。贺章站在人群中看着骆彦洲怀里的我，一瞬间，他的眼里竟闪过一丝悲伤和错愕。我死死地环住了骆彦洲的脖子，眼泪砸在他的肩膀：“带我走吧，求你了，带我离开，让我逃离这里。”骆彦洲是开车来的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来的。他把我温柔地放在副驾驶上，车子开动，窗外的风吹打在我的脸上，风干我的眼泪，我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。一直到了楼下，骆彦洲并没有立马下车，而是陪着我坐在车上，等我不再哭泣，他才开口：“需要肩膀吗？”我摇摇头。刚刚哭过后，我的心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频率。你就那么喜欢他？喜欢谁？贺章吗？怎么会不喜欢呢？我和他相识于大学，从校园到步入社会，我陪着他走过5年的春夏秋冬。我们本来是人人口中艳羡的情侣，他承包了我对爱情所有美好的向往。他不是没给我提过柳依依，在每一个节假日，那个以 L 开头的联系人就会给他发来祝福。贺章告诉我，何新磊的父母和他的父母是世交，所以关系比较好。我也表示理解。为了让我放心，贺章甚至带着我见过她几次，看起来她就是一个性格很好的姑娘。直到贺章每次离开时，她忽然变脸，我才意识到她这个青梅不太简单。我开始抗拒她和柳依依来往，甚至为此爆发剧烈的争吵。一次，我来例假的时候，贺章正在为我喝红糖水，柳依依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小猫一样的哭声传进耳朵里。她说：“呜，贺章哥哥，我感觉身后有坏人跟着我，你能不能来找我？”我一下子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有坏人跟踪他，他还怎么这大胆的当着坏人的面打电话？而且他的哭声根本就不像是害怕。但贺章瞬间就慌了，他放下手里药就要出去。我那时候几乎快要疼得直不起腰了。你给他报警就好了，这么大白天的不会有事的。贺章愤怒地看着我，你怎么会这么狠心？你也是女孩子，要是你遇见这种情况，你不害怕吗？我被他吼得一愣，那是他第一次对我发火。他是温柔的性子，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，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一面，心里隐隐约开始有些慌乱。直觉告诉我，他们之间没有那么简单。但是为了稳住他的情绪，我还是好声好气地解释，她一个女孩子，觉得有人跟踪她
他不会报警吗？他为什么偏偏找你？当务之急是报警，等确定好了，你再去看看也不迟。但贺章根本听不进去。你是觉得依依会拿人身安全这种事来骗我？生生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你的良心呢？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我只是合理的推测，甚至给出了解释。他居然觉得我是因为吃醋而不让他去。一瞬间，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顶。我没良心，我自己的男朋友不照顾我，跑去找别的女人，我没良心。贺章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这时候，贺章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多过分。他只是静静地看了我一眼，生生，直到柳依依第二通电话打过来，把他的道歉堵在了喉咙里。他毫不犹豫地拿上外套出去了。他走后，我不断地反思自己，是不是自己太过于敏感？或许柳依依是真的遇上了坏人，我欠她一个道歉。于是我给贺章发去很多消息，但都石沉大海。我强撑着睡意，直到第二天，贺章才回来。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。我承认我深深地爱着他，我害怕任何人抢走他，所以我卑劣地渴求着柳依依的出现不会影响到我们。但是我错了，我的直觉是对的。后来有贺章的朋友告诉我，他们曾经在一起过，但因为家庭原因，柳依依出了国。他的朋友看着我沉默了很久，有没有人说过，你跟柳依依还挺像的？那一刻，我终于知道，原来柳依依是贺章埋藏在心底的明月，一切都有迹可循。骆彦洲把我送到家，我们俩都没说话。关门前，他叫住我。黑夜中，他的眸子明亮，像是过去了一个世纪。记得吃药。我朝他微微一笑。好，我和骆彦洲又恢复到了从前，甚至比以前更加亲密。我一直很好奇他是怎么找到我在哪的，但他只是笑笑不说话。骆彦洲的性格很好，他很包容我，几乎是对我百应百求。我敢肯定他是喜欢我的。终于在情人节这天，他把我约出去。我兴奋地在屋子里打转，门铃忽然被摁响，我以为是歌彦洲，欢天喜地地去开门，结果却看见了贺章。他胡子拉碴，双眼下是厚重的淤青。听说柳依依患癌症的事情是假的，为此他们大吵了一架，但这和我没什么关系，我们早就成为过去了。他哑着嗓子走近2步，生生，他步步紧逼，我连连后退。你想干什么？像是察觉到我的抗拒，他停下了脚步。你是不是已经记起来了？我咽了口唾沫，并不想回答他这个话题。一说到这个，我就会想起我痛苦的回忆。记起来和记不起来有什么分别呢？结局已经是确定了。生生，你别过来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赶紧走吧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贺章苦笑一声。是啊，你怎么会记起来了？要是你记起来了，一定会来找我的。你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不找我？不过没关系，我把怀表带来了。生生，等你记起来，我们就重新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说完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块让我痛苦万分的怀表。他上前2步，逼迫我看着怀表。生生，你看着他，你看着他。贺章的力气很大，几乎快要把我的手腕拧断。因为骆彦洲的出现，他迫切地想要把我找回来。我用力地挣脱开，反手就是一巴掌甩了过去。他的脸被我扇到一边，瞬间红了一片。我咬着唇，死死地瞪着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贺章一瞬间慌了神，他手足无措地要给我擦眼泪。生生，别哭。为什么？我都已经选择忘记他了，他还要来纠缠我？为什么我都已经选择成全他和何新磊了，他还要来找我？为什么他要装得这么深情？
我只感觉恶心。够了，你难道不觉得恶心吗？我们已经过去了，别再纠缠我。生生，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那么自私。我以为只要陪他度过最后的时光，我就能再回来陪你。没想到他会骗我，我快被气笑了。以为他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在原地等他？凭什么觉得我能够忍受他的心里藏着别人？大概当初跟我在一起，也是因为我这张和柳依依相似的脸。恶心！就在这时，手机忽然响了，是骆彦洲打来的。我立马接通电话，告诉他贺章在这里。几乎是一瞬间，我的房门被踹开，骆彦洲手里还抱着一大束白玫瑰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看起来是精心打理过。冲上来，对着贺章的脸就是一拳。当初不是说好了，生生就由我来照顾吗？你又出现干什么？你到底还要折磨他到什么时候？他就像是发了狂的野兽，和贺章扭打在一起。我有些茫然地站在那，脑海里还是骆彦洲嘴里的那2句话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当初说好了？他们认识？隔壁的邻居听到了动静，连忙报了警。警察赶到的时候，贺章已经被揍得满身是血，我被一起带到了公安局。一路上，我想了很多，为什么他会恰好地住在我的对面？为什么明明我都没有告诉他我在哪，他都能知道我在什么位置？为什么他房间里摆的都是心理学的书？为什么他会和我这么的契合？原来一切都是他们串通好的。我苦笑一声，双手无力地垂了下去。我到底在期待什么？我以为是奔向了幸福，却没想到是一张由谎言编织的巨网，让我无处遁形。贺章和骆彦洲因为寻衅滋事拘留2天，他被放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把房子退了，收拾好了所有的行李，站在公安局门口等着他。看见我，他的眼睛一亮，满是惊喜和喜悦。生生，忽然他的视线落在我的行李箱上，脸上的笑容逐渐变成了慌乱无措。他死死地攥紧了手，声音都有些颤抖。你要去哪？他内心已经有了答案。一旦我知道了所有的一切，我们2个就注定不会回到从前。我朝他微微一笑，上前2步，轻轻抱住了他。他的身子一瞬间僵硬，顷刻间我的肩膀有些湿润。谢谢你。即使他欺骗了我，但这段时间他对我的好却不是假的，所以我不能片面地去否定他。骆彦洲有些哽咽，为什么不能？我知道他想问什么，但是我的心太乱了。我无法原谅一个带着目的接近我的人，但他确实是对我很好。我害怕他是下一个贺章，给我点时间吧。骆彦洲，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双目开始泛红，半晌终于开口：好，时间还长，我们总会放下芥蒂走到一起的。登记那天，我接到了贺章的电话。生生，如果那时候我没有选择他，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分开了？事到如今，我对他已经没有恨了，对于我来说是解脱，是感恩。感恩他让我想明白了一切，让我短暂地忘记了那段痛苦。贺章，你根本就不是爱我，你只是愧疚。愧疚因为柳依依的谎言伤害了我。或许到现在你都不清楚你爱的是谁，爱的是我吗？还是我这张和他相似的脸？电话那边是长久的沉默，他已经有了答案。挂了电话，隔着人山人海，我看见了站在门口的骆彦洲。他穿着白色衬衫，背着光，眼神璀璨。我无声地对贺章说了句再见。再见，是为了更好的遇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
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